自从东风打响降价第一枪后，数百款车型纷纷降价，拉开史上最惨烈价格战序幕。10万级车市场硝烟四起，在这场战争里，合资品牌是真心降价吗？自主品牌又该怎么应对呢？这2年车企不都在做品牌向上吗？为什么对10万级价格市场反而更加重视了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蜡烛。这次的汽车降价大潮声势之大，买车不买车的人相信都听说过。在汽车圈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，就是你一旦大声宣扬降价了，未来就别再想涨回去了。在中国消费者的眼里降价就等于卖不掉，对品牌的伤害极大。因此大部分车企从来不会官方直接说降价，而是偷偷让利给经销商，让经销商在终端多给一些优惠条件，比如送车衣、送车模、送保养之类的。关于降价原因的讨论，网上有库存说，也有国6 B 换代之说的。我们可以直接看数据，2023年1月份的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 1.8， 同比上升 23.3%， 位于警戒线之上。库存系数是汽车行业衡量供需关系常用到的一个指标，能反馈汽车厂商产能是否过剩。一般而言系数在 0.8 到 1.2 区间都是合理的，超过 1.5 就比较危险了。1月份销量走低，一方面是不少省份都在去年末取消了燃油车购置税减半的政策，另一方面是新能源补贴政策到期，大家提前买车将消费需求前置了。按理说2月份这个数据会降一些，因为1月经销商也在过春节，销售天数少。然而2月份的时候，这个数据反而环比上升 7.2%， 达到 1.93%， 库存水平更高了。这让不少车企经销商感觉到了压力，需要快速现金回流。这次降价潮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特斯拉在今年开启了价格的不断下探。2023年开年 Model 3官降2到 3.6 万， Model Y 最高降幅 4.8 万，与之对应的是特斯拉2月销量达到7万4千多辆，环比增长 12.6%。 不久前网上又有消息，Model 3还可能再降2万。目前特斯拉已经宣布即将上市的新车型成本仅有 Model 3的一半，所以中国车企要想和未来的特斯拉长期竞争，肯定不是靠传统车型降价就行。而且在汽车行业里本身也符合莱特定律，汽车产量每翻一番，价格就会降低 15% 左右。这跟电脑手机的发展史很相似，都是产品不断升级，价格不断下探的发展史，是让科技从少数人中走向普惠，是科技平权的历史。要知道汽车刚进入国内时定位是有钱人才能使用的奢侈品，一台国产桑塔纳的价格居然要到17大万。1990年第一辆3厢夏利是10万，包括手机90年代大哥大落地价是小3万。虽然这2年手机价格没怎么降，但是如果考虑通胀还是降了的。在10几年前 iPhone 会被媒体渲染成是个炫耀性商品，现在哪怕有激光雷达，有光线追踪技术，它也不再是一个炫耀性的产品。在吉利李书福的文章记载里也曾这样写道，发达国家一年公司能买一辆轿车，美国、日本等国家当时的人均年收入甚至能买2辆，而中国甚至3年的人均收入都买不起一台汽车。在自主品牌崛起之前确实是这样，因为一个产品在逆向研发阶段，实质是要被外国公司收很多技术税。举个例子，比如10年前10多万的汽车，一台无级变速器的进口价格就是6万块，并不是真的就值这个价值，只是因为技术垄断和关税加码。但是当我们自己开始生产无级变速器的时候每一台的价格大概就是5000块人民币，外国进口的变速器也就立刻从6万块直接降到几千元这一档了。但是这时省下的成本，自主品牌通常会更积极的去做正向研发，去增加其他功能。近几年整车功能升级快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数字化工具大大缩短了整车开发周期，开发和后期设计修改较过去减少 50% 以上，更少的修改很重要。比如过去优良的车灯模具为1000万级别，前保模具为100万级别，如果要调整，成本耗费巨大。但现在不少环节可以靠数字孪生，那自然就可以在其他方向上升级。另外在今天，大部分人都有一个误区，就是将电车与智能化等同起来。当我们还在犹豫选择燃油还是电动时也应该意识到，油车和智能化从来都不冲突，只是一些旧的燃油车没有智能功能。比如前几天中汽协就呼吁理性对待本轮汽车促销，说价格战不是长久之计。文章里说，各企业推出的优惠车型多为长库龄老款或滞销库存车型。实际呢，很多新的燃油车也可以做到智能化，
像油车虽然无法让发动机和变速箱实现完全的数字化，实现 L4 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，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功能是可以的，所以深度智能化的燃油车也会体现出很多消费电子特性，甚至有的价格带智能化油车提供的智能功能会更多。很直接一点就是10到20万的车，国内自主品牌在发动机、变速箱底盘的核心技术积累已经非常成熟，成本控制已经做到极致了。但是10万元的电车换电池得4、5万，所以如果能在10万元价格段在燃油车型上下放其他的智能化配置，功能确实能做到比一台纯电智能车型多一些，这个就叫专业。这也是当下特斯拉价格不断下探的威胁下，自主品牌阶段性的防御策略之一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几年国家也需要大力靠新基建拉经济嘛，所以多做车路协同示范区是很重要的途径，既可以给路部署大量传感器、雷达等硬件，还能建大量与车通信的 5G 通信基站，那自然有自动驾驶功能的车数量也得快速跟上来。所以现在很多统计数据除了有电动车渗透率，还有自动驾驶渗透率，甚至是智能座舱渗透率。不过在2023年，中国消费者需要一台什么样的车，还是要看综合用户体验，看谁能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。例如吉利推出的新车型博越酷10万级的 AG SUV 有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，还装有8155芯片，这在去年是30-40万新势力车的旗舰型科技芯片。之前即使是售价高达60万的蓝图梦想家，同样使用的是8155，现在10万级的开始配8155，可见进步有多快。我也建议不怎么关注车规芯片的人多学习学习这方面的知识，至少先了解当下车机芯片的排行榜，因为这确实对应着不同的功能比如基于 DMS 驾驶员监控系统检测你的分心和瞌睡期，这就需要强大的芯片性能。目前更多的人会站高通是未来的代表。我们看博世智能驾驶与控制事业部的战略规划，他们也曾经表示，博世将基于高通8155芯片集成部分自动泊车和遥控泊车的舱泊一体，所以大家可以多研究研究。这里也说一下，虽然2022芯片短缺有所缓解，但2023大概率还会继续短缺。一方面是汽车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，对芯片的需求量也是大幅上升的。虽然当前半导体市场已经掀起了一波产能扩张浪潮，但投资下去后，距离真正产出也是需要时间的。2023年的投入至少得在18到32个月后才能看见效果。芯片公司提高产量也需要6到9个月的时间。换算过来在2024年底，我们都很难看见明显的半导体产能释放。吉利将一块如此强悍的芯片下放到一台10万级 SUV 上，也显示出了满满的诚意。一块芯片就能对整车进行总控。当然，接下来汽车电子电气架构有个长期趋势，就是从分布式架构再到域控制架构，再到有一个中央超级大脑的中央计算架构。因为过去的分布式计算，不同的硬件有不同的嵌入式软件，会导致车内的信息孤岛。所谓的整车软件很多其实是独立的， OTA 又分为 SOTA 软件升级和 FOTA 固件升级。 FOTA 这种升级不是直接更改硬件，而是更改控制硬件的关键参数，来提升硬件使用体验。所以现在10万级的车也都在比拼有没有 OTA 升级，能升级到什么程度。吉利是最早开创燃油车 FOTA 升级的品牌，而博越酷也采用了 GEEA 2.0 可进化电子电气架构，整车动力、驾驶、车控、娱乐等4大控制域90%部分都可以 OTA 直接在线升级。而过去的同价位车型多数是针对车身的娱乐系统进行升级。当然，吉利还有一个计划是到2025年，吉利将每个季度实现至少1到2次整车 OTA 升级，全面进入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。2016年首款博越推出，配备了基于安卓系统的智能互联系统，可以实现语音识别、导航、智能安全、智能娱乐等多种功能。2020年推出的博越 Pro 车型搭载了 L2 级别自动驾驶技术，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实现车道保持、自适应巡航和车距检测等功能。2021年上市的博越 X 搭载了吉利汽车智行系统，102新一代高性能数字座舱平台和全新的银河 OS 系统，车机丝滑流畅，卡片式的交互设计带来更便捷的交互体验。2022年上市的博越 L 则升级了 L2 加级自动驾驶技术，智能语音交互、智能辅助驾驶都不在话下。今年推出的博越酷除了上面提到的新技术，数字仪表还采用全液晶全面屏设计，并配备一块13.2寸的 2K 数字大屏，开机时间、语音响应时间都非常快。搭载的银河 OS Air 智能车机系统也可以支持大多数手机上的 APP 应用，躺在车里看番毫无压力。
从首款博越到现在的博越酷，在智能化上，博越一直在不断的迭代。我们也可以看见吉利想要科技普惠、消费平权的决心。从创立之初到目前，已获得150万用户的认可。仅仅7年时间，跟传统博越车型相比，博越酷并不是简单的空间外观升级，而是从造车理念由内到外进行了革新，变得更加智能化。这既是吉利对于自身企业使命在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，也是未来燃油车发展的新趋势。